我記得我人生中咧輸得最慘嘅股票咧就係呢隻手上939。咁我買嗰陣時咧已經係10幾年前。咁當時咧聽人哋講啦，咁啊嗰個人就同我講話：阿妹係時候學投資咯喎，買呢隻啦，銀行股嚟㗎 ，OK 㗎。唔知點解咧，香港以前咧好多人都係好鍾情銀行股啊，咁樣一聽到就覺得OK 啊咁。咁嗰陣時嗰個姐姐嚟嘅，咁我覺得佢好關心我喎，阿妹咁樣關心我啦，咁我梗係信佢好過信自己啦。於是咧我就將自己咧身家就 all in 喺裏面，最終係輸咗一半離場嘅。最大嘅問題咧，我發現係自己。我嗰陣時咧就係典型嘅一注獨贏唔該啦，同埋咧高買低買。喺10幾年嘅時間裏面咧，咁我當然賠過唔少錢啦，交咗好多學費，亦都學咗好多嘢嘅。咁咧今日咧，我有4樣嘢咧係希望我自己想當年18歲就已經學識嘅嘢啦。咁今日就做咗呢段影片咧，分享俾你哋聽。第一樣就係面對現實。喺股票世界裏面咧，最重要嘅嘢咧就係了解整個現實嘅遊戲規則。喺1950年以嚟咧，S&P 500指數已經經歷咗38次嘅股市修正 correction。correction 嘅意思即係話由最近嘅高位咧跌幅超過10%，即係平均咧每1至2年咧就有一次嘅修正。而喺38次嘅 correction 裏面咧，有9次係跌超過20% 以上，即係熊市啦。熊市咧平均每7年咧就會發生一次。而38次嘅股市調整裏面咧，有22次嘅調整咧，最長係用咗104日內咧去收復，其中咧8次咧最長花咗280日咧去收復，另外8次咧最長咧係花咗929日收復。喺度睇翻咧熊市嘅修正期咧，大約平均係講緊6個月。調翻轉嚟睇，牛市咧嘅持續期咧平均係講緊3.8年，係比熊市為長嘅喎。即係話作為投資者，你要面對嘅咧就係平均每2年咧就會有一次嘅修正，所以可以叫做你係無可避免地咧，你一定要 get ready 咧有跌市嘅一日。而如果你係唔準備經歷呢啲熊市、牛市嘅日子咧，好似我咁一買入939咧，就諗住一買即升，永遠唔會跌嘅話咧，其實我唔認為你係適合做投資，因為咧投資週期咧係必經嘅階段。第二樣咧，我學到最重要嘅嘢咧，就係公司嘅股價其實同公司嘅價值咧係冇直接嘅關係。一間正常營運良好嘅公司咧，長期股價嘅 intrinsic value 呢條線咧應該係咁樣，而股價咧係圍繞呢條線上面咧行走嘅。作為投資者嘅工作就係喺呢度、呢度、嗰度、呢度或者呢度決定係去買入或者賣出，所以呢啲所謂嘅股價同公司嘅真正價值咧係冇關。股價係你付出嘅價錢去買入股票，而你喺呢度買緊嘅嘢咧就係公司價值，兩者其實係有分別嘅。咁點解公司嘅股價唔等於公司嘅價值咧？而事實上歷史亦都話俾我哋聽，大部分嘅時間兩者係冇 correlation 嘅喎。因為市場係有好多人去組成嘅，人類嘅腦袋咧大部分都係感情用事同埋唔理性嘅，所以股市係跟隨人類嘅情感操作之後咧，先至會有升或者跌。呢度亦都解釋咗點解股價同公司嘅價值係無關。所以投資者嘅責任咧係計算公司嘅真實價值 fair value 或者 intrinsic value 啦。而當股價係一個唔理性嘅浮動嘅時候，你就做出決定係買入定賣出。而公司價值先係投資者最着重嘅嘢。公司嘅價值會隨住佢嘅營運同埋生產咧係逐步提高，好嘅公司嘅利潤率咧都會隨住時間去增長。呢度亦都解釋咗點解長線投資先係正確咧，因為公司嘅價值係需要時間營運咧而反映出嚟嘅。所以好多時投資者輸錢嘅原因就好似 Warren Buffett 講嘅 ，because nobody wants to get rich slow。第三個我學到最重要嘅嘢咧，就係唔好離場，保持投資。通常喺股市表現好差嘅時候啦，或者對經濟前景好迷茫嘅時候咧，市場上面就會多咗好多人咁樣講啦。唉，我好後悔投資啊！唉，我唔玩啦，俾翻啲錢我啊，唔投資好過啦，100% 揸住 cash 仲好啦。Well， 不如我哋先睇下咧，每一種資產喺過去20年嘅回報率。如果你長期持有現金，你20年以嚟咧嘅平均回報率咧係講緊2.1%。versus 如果你揸住 S&P 500指數嘅股票嘅話咧，你個回報率就係7.5%。或者你認為自己有水晶球啦，你好清楚幾時會大跌崩盤，你亦都好清楚幾時咧會大升大牛市。或者你比一般嘅普通人咧更加識點樣把握市場嘅時機 ，time the market。係可能你係最 top 嘅5% 嘅 trader。可能你係啱嘅，但係呢度我都想提一提你幾樣嘅風險。根據 JP Morgan 嘅研究報告指出啦，喺2000年1月至到2020年4月期間，
股市表現最好嘅7日咧，其實就係發生喺咧最差嘅熊市日子裏面嘅2個禮拜裏面。冇錯，你可能想咧逃避一啲咁差咁壞嘅股市日子，為咗去逃避呢啲最壞嘅日子咧，其實你都可能錯過咗最好嘅日子喎。JP Morgan 嘅報告咧就用黎明之前咧總係最黑暗咧去形容成個嘅投資股市。如果你喺2002年初咧投入1萬蚊嘅美金買入 S&P 500指數嘅話咧，亦都將佢保留喺裏面。去到2022年咧1月咧，你將會有9.4% 嘅年均回報，即係60,253美金啦。但係如果你咧錯過當中咧10個最好嘅交易日子，去到2022年咧，你嘅年均回報咧係得返5.21%，即係27,604蚊啦。相比起 Fully Invested 嘅9.4% 嘅回報表現，如果你錯過咗10日、20日、30日嘅投資日，你嘅回報咧，亦都會跟住大幅遞減。好，去到第4個，我覺得最重要嘅嘢咧，就係 Warren Buffett 講過，最好嘅投資年期咧，就係永久 forever。如果你冇打算長期持有呢隻股票嘅話咧，最好嘅策略就係唔好買。但係要知道呢隻股票係咪值得你長期持有咧，先係最難嘅地方。喺度我就會教你，我認為最重要嘅一課，就係點樣利用呢個財務數據咧去分析一間公司，點樣去 identify 有問題嘅股票，點樣去避免買一啲好差嘅股票咧。第一個係 ROE 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 係用嚟衡量公司嘅盈利能力同埋佢產生嘅利潤嘅效率標準。簡單講句，即係話股東投資落去間公司嘅錢，佢嘅投資回報率係點樣咧？市場認為接近標準普爾500指數嘅長期平均水平咧，即係14% 左右咧，就認為咧係可以接受嘅 ROE。而整體科技公司嘅中位數咧係21%，所以高增長嘅公司嘅 ROE 咧可能會有唔同。你做比較嘅時候咧，記得要同翻同業咧去做一個 Apple to Apple 嘅比較。第二個指標就係資產報酬率啦 ，ROA。ROA 係公司 CEO 嘅成績表，反映 CEO 咧可以喺公司嘅資產裡面咧產生幾多嘅利潤嘅數據。數字越高咧，即係代表公司可以產生嘅利潤咧嘅能力越高。ROA 係5嘅話咧，通常被認為係幾好㗎啦，而高於20%被認為係非常之好。GameStop 咧就係典型嘅 ROE 同埋 ROA 都做得唔好嘅公司，即係話咧你投資落去嘅股本，公司嘅 CEO 咧嘅表現成績表都好差喎，唔可以將你投資落去嘅錢產生任何嘅利潤或者盈利。如果你係學識咗點樣分析財務數據的話，你自然咧就唔會入手呢隻股票啦。講到要計算公司嘅估值咧，我除咗用大量嘅財務數據去做分析之外咧，我亦都會用其他嘅估值模型。譬如 DCF 去做呢個估值，我喺豬課程裏面咧就教咗點樣去做估值啦，同埋點樣分析大量嘅財務數據嘅。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了解一下。另外一個好好用嘅財務指標咧就係 EV to EBITDA 啦。EV 即係 Enterprise Value 公司嘅總價值 ，EBITDA 即係公司嘅利潤扣去稅、息、折舊等等。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EV to EBITDA 咧係其中一個我好中意啦，亦都好多分析師都中意用嘅估值倍數嘅 ratios， 用嚟咧去衡量間公司嘅公允價值，而呢個 ratio 亦都係代表公司嘅整體業績啦，同埋佢嘅營運能力。標準普爾500指數嘅平均 EV to EBITDA 咧係17.12，所以作為一般嘅準則咧，分析師同埋投資者通常會將 EV to EBITDA 咧嘅值咧低於10% 解釋為健康或者係高於平均嘅水平。即係越低越好啦，但係都係啦，每一間公司同埋行業咧都有唔同嘅衡量指標，所以咧你做比較嘅時候咧，一定要都係 Apple to Apple 咁樣比較啦。例如你可以見到 Costco 同 Walmart， 佢嘅 EV to EBITDA 咧分別係23.73同13.46，而 Target 嘅 EV to EBITDA 咧係7.9。如果你要叫我揀一個估值較好嘅公司咧，Target 咧對我嚟講依家係較平啦。除咗將一間公司同佢嘅同業比較，你都可以將公司咧同自身嘅過往嘅 EV to EBITDA 咧嘅數值去比較。例如 AbbVie 嘅平均5年嘅 EV to EBITDA 咧係12.9，目前 AbbVie 嘅 EV to EBITDA 咧係13.63，即係話依家 AbbVie 嘅數值咧仍然高於佢以往嘅5年平均值。所以如果你有興趣買 AbbVie 嘅股票咧，你可能咧要等多一等，但係你都明白到佢依家咧係非常之接近咧佢個5年平均值㗎啦。啱啱教過嘅數據分析咧，係可以幫你由基本功開始打好個底，去幫你做功課、研究買入股票嘅策略。點樣可以令到你有信心長期持有一間公司嘅股票咧？
就係不斷咁樣做分析，令到你咧非常之了解呢間公司股票嘅價值。而喺跌市嘅時候，你知道依家嘅股價係低於公司嘅真實價值嘅時候，你就會知道係時候要去做大 shopping 入倉啦。但係如果你唔了解一間公司，你亦都冇計算嘅 fair value 嘅話，當股價係跌到23%、跌30%，甚至係50% 嘅時候，你根本自己就冇 plan， 你亦都唔知自己應該買定係賣，甚至做出恐慌性拋售嘅動作。當然啦，學習嘅過程需要大量嘅時間同埋心機嘅。今日咧都好多謝 StashAway 咧贊助呢段影片啦。如果你唔想投資壞嘅資產，或者你係冇時間管理自己嘅資產 ，StashAway 咧可能係另一個可以幫到你嘅平台。佢主要利用大數據啦同埋演算法，自動投資上市嘅基金，24小時咧監測經濟環境嘅變化，幫客戶咧自動做好呢個風險管理。StashAway 咧主要係用 ETF 啦，幫客戶砌一個符合個人需要嘅投資組合，而啲 ETF 咧係由全球著名嘅發行商管理嘅。你都可能會問咩係 ETF 咧？好似我喺豬豬組合裏面咧，亦都有提到，每一隻 ETF 咧其實係由一籃子嘅資產組成嘅，例如股票 ETF、債券 ETF、環球股票 ETF、黃金 ETF 等等，可以投資喺唔同嘅資產，用嚟分散風險，所以風險係比淨係投資喺個別股票為低。所以如果你怕自己咧唔識點樣揀股票啦，想砌翻一個 ETF 組合嘅話咧 ，StashAway 咧依家提供4款嘅投資組合，例如適合關注風險嘅投資者啦，或者係關心 ESG 嘅投資者啦，又或者係關注喺主題性產業嘅投資者啦，同埋最近新出嘅知識砌自主組合 Flexible Portfolio。嗱，前3種嘅產品咧都屬於一啲自動型嘅智能投資組合啦，比較啱一啲咧適合新手啊，或者係一啲冇時間管理投資組合嘅人。但如果你本身係有投資經驗嘅人咧，新嘅產品咧可能會更加適合你啦。因為知識砌咧係由客戶自己主導去做呢個資產配置，換言之咧，即係你自己決定資產類型啦，同埋呢個份額嘅比例。譬如如果你睇唔清個市況，你甚至可以將咧97%嘅資金咧轉為 cash。StashAway 咧提供咗好多我覺得好有用嘅基本投資策略啦，例如 DCA 月供投資策略、平衡調倉，仲有 StashAway 獨有嘅前瞻調倉等等。咁我之前咧有唔同嘅影片都有教過呢啲嘅策略。當然啦，投資有風險，我都見到咧 StashAway 佢哋有提供高風險高回報嘅 ETF， 所以咧你必須要根據自己嘅風險胃口咧去選擇唔同類型嘅資產嘅比重啦。StashAway 咧依家有一個新嘅優惠，即日起咧至到2023年嘅6月30號咧，建立呢個 flexible 嘅 portfolio 同埋存入呢個新資金咧開始投資，就可以豁免呢個管理費啦。詳情咧你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鏈接睇睇啦。好，你都留言話俾我聽，喺你自己嘅投資故事裏面咧，你學到最重要嘅課題又係乜嘢咧？會唔會同我學到嘅嘢都有啲相似咧？好，今日咧我就講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